谭司令，婉清呢？穆小姐去汉口路的自来火场了。再开快点。好。山下先生，您找管道做什么呀？你不是想置谭玄林和穆婉清于死地吗？我现在就帮你完成这个心愿。你来看，图纸上标的就是这儿。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停电了？你帮我拿着这张图，我去看看配电箱。既然你来送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没想到你居然能够全身而退。你认输吧。你还在帮这个女人。当年她的父亲杀死了你的父亲。如果你要是一个男人的话，你现在就杀了他。应该杀的是你。你以为你收买了那个谢尔盖，就真的天衣无缝了吗？是他吗？ кто это？ 他说不认识。你敢骗我？我找到了谢尔盖、洋枪队当年的同伙，他们告诉我，在江浦曾经遭遇了一伙用开花弹的日本马匪，而那个领头的，就是和谢尔盖在日俄战场上交过手的日本老兵。这个日本老兵就是你，山下纯一。没想到你一直在跟我演戏。没错，老子就将计就计，本来想留你这条狗命多活几天，可是你自己找上门，咱们新仇旧账一起算。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，那我就要看一看你有什么本事来要我的命。最好别动枪，要动枪，我们谁都活不成。杀你不需要动枪，
莫停！婉婷，把图纸给我。你知不知道那个日本人在利用你？他想把明火扔进管道，点燃整个上海的煤气灯。我当然知道，我知道后果就是穆家彻底完蛋，你和谭玄林也会彻底完蛋。你还在执迷不悟？你就为了这点私人恩怨，让整个上海陪葬吗？私人恩怨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失去这一切吗？不是因为你，我妈会死吗？就因为这点私人恩怨，我让整个上海陪葬，怎么了？你疯了！你给我走！不，给我走！别动！给我放开！别动！别动！你放开！我停！放开我！我不跟你走，跟我走！我也要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你放开我！管道紧给我打开！婉清，走，快走！放开我！你不是不要我了吗？你不要来找我！不要来找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不要再瞒着我，不要再撇下我一个人。好，对不起。
这个银坠子虽然不值钱，但是它是我最珍贵的东西。我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里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不去了，就一辈子留在你这里，好不好？这个银坠子，我不取了，以后都留在你这里，好不好？来，快快快，好。少儿死了，徐伯君干的。都怪我，都怪我没照顾好他。你知道吗？在我来的时候，我特别害怕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。我怕我晚来一步，如果你在。我们什么都算到了，就是没有算到徐伯爵会对顾小姐下手。我以为我瞒得很好，你是怎么识破的？其实那天回家看到照片，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。洋枪队是不是在江浦和人交过火？是啊，遇到一股马匪，不过有惊无险。马匪？遇到的不是军人吗？洋枪队那是帮老爷押货的，怎么能对军人开枪呢？对不起啊，之前说了那么重的话。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才瞒着我的，但我真的好庆幸你是骗我的。那我瞒你，你是怎么调包的？那天你在我家看完照片，突然就不辞而别，我就在猜是不是穆婉婷在相册里做了手脚，所以这些天我就一直盯着她。我发现私底下她和山下纯一的秘书长谷川有来往。我就觉得他们要对我下手了。果不其然，他们弄了一批西药到穆家的仓库。我就害怕他们要对付你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。直到廖先生给我打电话，我才知道事情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。我想了个办法，摆脱了山下纯一的监视，乔装去了码头。
我到了码头，正好看到那批军火上岸。我为了拖延时间，把6号仓库和9号仓库的牌子调换了。又担心管事拿钥匙来开门的时候很快穿帮，说来也是运气好，那天刚好有一个管事喝醉了，我就打电话支走了另一个管事，把6号钥匙的位置和9号钥匙的位置交换。哦，先生，门口有一个您的包裹。我。我刚换完，左参谋的人就来了。那个喝醉的管事就带着他们去了9号仓库。开门，6号仓库的门。就这样，在你们检查9号仓库的时候，我调走了6号仓库的军火，又把钥匙还了回去。而且在出货单上写下了山下纯一落户在日本商会的名字。麻烦填一下单子。最后呢，又让穆管家把出货单放在那批新药里，让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婉清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么做非常的危险。如果那个管事没有喝醉，怎么办？可是通敌是死罪啊，无论如何都要赌一把。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吧？那你就不怕吗？为了你，我怕什么？对不起。你知不知道那天你在司令部对我说你父亲的死和我家有关系的时候，我才是真的怕。我觉得我全身的血都冻住了。对不起。那天没有人在场，你没有必要和我演戏。你为什么还要骗我？因为在你来之前，我意识到，这个山下纯一很可能是请君入瓮。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让你彻底离开我。我怕你有危险。抓那几个奸细嘴太严了，什么都问不出来。不过老夫早就盯着他们了，这是他们的行动轨迹。他们去银行干什么？他们在几天前都收到了一大笔钱，并且在同一时间都去银行汇给了在日本的家人。不对呀。难道说他们早就知道自己会被抓？这些钱其实是用来补偿他们的。又或者，他们被抓只是为了迷惑我们？这个山下纯一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放我进去！我要找你们谭司令！放开我！放开！糟了，我们中计了，中了徐伯君和山下纯一的计了，绝对不能让婉清卷进来。我真的不知道
这个山下纯一和徐伯君到底要干什么？他们怎么对我都无所谓。但是你是我的软肋，我不想让你受到一丁点的伤害。我不想当你的软肋，我要当你的盔甲。你是我的平安符。那以后遇到了什么危险都要告诉我，我也想保护你。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对不起啊，是我连累了你爹，连累了双儿，差一点连你都护不住，还要你豁出性命的去帮我。这不怪你啊。我爹死后，我为了让谭家军继续活下去，就过上了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的生活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成王败寇，只要我赢了就行。可是，一次次经历的险胜，让我意识到，我真的不行，我真的会怕。我怕在刀口上过这样的日子，我怕我会眼睁睁地看着我身边的人被卷进去。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，廖先生曾说过，这个世道让我们每个人都裹挟其中，没有一个人能独善其身。是啊，这裴勋和徐伯君曾经也是反抗清廷、推翻帝制的人，可是现在呢，却做了一方土皇帝。我怕，我也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，变成下一个裴勋，下一个徐伯君。我相信你不会的。我们的结果是什么，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就像我选择了你，我觉得这就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动摇。你刚刚把话说得那么重，光耀哥已经够伤心了，你还刺激他。我知道他心里难受，但是他已经到了不得不选择的地步了。所以你并不怪他，你是故意的。这世道配不上他。如果他不是徐伯君的儿子，或许我们会成为好兄弟吧。你是在逼他做选择。像他那样的人，如果随着徐家这艘破船一起沉掉，那就太可惜了。陪我去趟蛇山吧，丹四，去蛇山。还疼吗？
前几天，我叔叔谭子杰在江城病故了。他常年不理军务，这军权一直有几个手下的师长把持着。这革命军已经在长江对岸与江城对峙，万一这战火燃起，江城的百姓就要受苦了。看来你是有打算了。我跟谭家军的兄弟们商量好了，他们都是江城人。虽然10几年没回家，但是江城毕竟是他们出生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也不愿意看着江城被战火摧残，更不愿意看着父老乡亲们受苦。我是谭家的人，始终有一份责任在。我想向裴勋主动请缨，出任江城镇守使，带着谭家军的兄弟们回到江城，脱离北洋政府，投奔革命，让江城免于战火。那革命军那边知道你的打算吗？知道。我给廖先生发过电报，他已经说服了司令部，让江城对岸的革命军停火，配合我行动。既然万事都具备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万青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我会拜托吴相应，保证你和穆家的安全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陪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喊的是什么吗？记得呀。你当时说上海，我回来了。是啊，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以为你守着上海，我守着穆家，咱们就能这么一天天的过下去。但现在上海是守不住了，我又能守住穆家多久呢？对不起。干嘛说对不起啊？难道你这个江城镇守使上任不带家眷的？上海，我要走了！上海，我们要走了！你要跟我回江城？是啊。那天廖先生走了以后，我想了很多。虽然穆家现在富甲一方，但其实也是待宰的羔羊，被军阀按在砧板上。现在革命军步步紧逼，各地军阀也变本加厉，很多地方的税都收到了50年以后，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好日子过。你说我又能守住穆家多久呢？但是穆家在上海经营了这么多年，这生意人不比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。虽然上海易了主，这生意可能困难一些，但是至少能撑下去。你没必要跟我一样做这样的生死抉择。是啊，我们穆家是生意人，不管是徐伯钧、裴勋，还是革命军来了，我都能活下去。只要上海一样过日子，我穆家的生意就一定能做下去。但那是认识你之前了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肯定这一辈子
就这样做生意了。但是遇见你之后，我的心也变大了呀。这个世道是个大变局，在这个大变局中，只有棋手可以做生死抉择，而棋子只能听天由命。所以，你想做棋手？如果不是棋手，再精彩的棋局也是别人的，我不甘心。没看出来啊，不愧是我的女人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赌一把。反正还有你护着我啊。婉清，我向你保证，这盘棋我们不会输。我信你。等我们的行动成功了，我们就在江城结婚。我让我爹、我娘、我大哥，还有我们谭家的列祖列宗，都来看看我有多么好的一个媳妇儿。好，那我就要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放心把这个小子交给我。我会好好疼他一辈子，我会给他一个家，让他不再是一个人。好。立着，哎，来，哼。想到以前了。我爹死后，谭家军就被罗炳文撤销了番号，这江城又归入了徐伯钧的地盘。有家不能回啊，一直漂泊在流浪。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回来了。只不过这一切都变了。我明白。我刚回上海的时候，走进木公馆那一刻，也是这样的感受。明明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却恍如隔世。来，粒粒皆辛苦。我是回来了，可是人都不在了，真闹心啊！你还有我啊！是啊，还有你，以后还会有我们的孩子。会在这里玩耍，
如果你喜欢，我们可以多生几个，生他一个牌怎么样？你想累死我啊！司令，司令，有一名叫刘富的师长求见。刘富，刘叔，快请他进来。好。我们进城的时候，那个陈少武并不欢迎我们。这时候，这个刘师长来干嘛？这个刘富是我爹的老部下了。当时我们在当马匪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是我爹的左膀右臂。小的时候，我还跟他一起学过骑马呢。但这10年没见了，难免不是一条心。今天这个陈少武，摆明了就是要和我翻脸的。我想要坐稳这个位置，就必须要得到这些老师长的支持。在这里面，我认识的只有这个刘叔了。可他靠得住吗？但我想赌一把。二少爷，刘叔，哎呀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当年你离开江城的时候，还是个10来岁的半大小子，现在已经长成了威名赫赫的一方镇守使了。刘叔，你也没变，来，快请坐。哪儿没变呢？我都老了。刘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，穆婉清。刘叔好。这姑娘的气派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啊。要是你爹你娘看到了，不知道得有多高兴了。嗯。六叔，这10年来，我一直没有回来祭拜过，我太不孝了。哎，这不能怪你。你一个人也够不容易的，每年清明的时候，这香烛供果，我都替你记着呢。你爹娘不会怪你的。多谢刘叔。哦，对了。今天你进城的时候，姓陈的，是不是给你脸色看了？陈师长这些年来一直代理军务，劳苦功高。如果我不回来，这江城镇守使他是不二人选。他心有怨言，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。有件事儿，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呀？刘叔，有什么话您直说。我怀疑你子切树不是病死的。少武兄，啊，刘福兄，你不是在家养病吗？啊，两耳不闻窗外事吗？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？身体好吧？啊，好了。来来，有话坐下说。好嘞。哎，喝水。哎呀，少武兄，我来是替谭司令递个话来。哼，这谭司令进城不过2个时辰，你就来替他做说客了？我知道你心里并不痛快，但说句公道话，我可是谭家的老人儿，也是看着二少爷从小长大的，他可不是个记仇的人。你呀，只要给他服个软，往后守点本分，他绝对不会难为你的。哼，谭司令来到江城做镇守使，那是奉了上级的命令，我无话可说。可他带了一些私兵，这不符合规矩呀。那不是情况特殊吗？要不是当年他们被取消了番号，他们就是江城的兵。更何况，现在江城有5万多人马，多2000多人，这军饷挤一挤也就出来了。那干嘛弄得这么难看呢？咱规矩是得讲，
但人情，不是也得顾着吗？哼，好，看在你刘福兄的面子上，这事儿过去了。得嘞。但是少兄啊，你怎么得有点姿态吧？好，今天晚上啊，就在我这宅子里宴请谭司令。哎，我们都是粗人，喝顿酒，这事儿就结了，行吗？真的要去啊？明明知道是鸿门宴，他敢害你叔叔，未必不会害你。放心吧，他不是我对手。现在了还逞威风，江城的情况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知道，但你男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放心吧。各位同僚，谭司令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。谭司令当年在上海当过司令，这次回到江城这个小地方坐镇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大家听令，让我们一起敬谭司令一杯。啊，从今以后，只要谭司令一声令下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哎，各位，稍安勿躁，听我说一句。陈市长，哎，您这么说可是太客气了，谭某羞愧难当。今天是家宴，咱们抛开所有的官职，在座的各位大部分是我的前辈，是长辈，我敬大家，来，干了！敬谭司令，敬谭司令。请坐，敬。烟酒不分家啊！来，抽一根。哈德门好烟。哎呦，你看，这酒劲这么大，我都晕乎了。这是老家的小烧，你可能在外面时间长了，先点上。好烟，舒坦。大帅，江城来电，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谭玄龄没有发现。他能死在江城，也算是落叶归根了。陈市长啊，你说我这怎么还有点胸闷，头还有点晕呢？各位兄弟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是这儿太嘈杂了，要不咱们出去透透气？好啊，请请，走走。来。哎呀，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没事吧？呼吸不上来了。
这刘三，好，我喝。来个，行，喝吧。来，倒点。都得喝后开。谭司令喝多了，在外边透透气，啊！多喝几。陈师长，你给我的可是索命烟，烟酒不分家。谭司令，来一根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！谭司令，大家诚心诚意来为你接风，你倒好，2条人命，你眼都不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对呀，就是快灭了！陈少武为了一己私欲，谋害前镇守使谭子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啊！怎么变成这样啊？诸位，前镇守使谭子杰在泡温泉的时候心脏病突发，溺水而亡。心脏病？咋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是。他在死亡之前抽的正是陈少武给他的哈德门香烟。之后，我们对烟头进行了化验，发现香烟当中含有高浓度的洋地黄。这个洋地黄可以使人的心脏骤停。就是说，我看刚刚是被人下毒了。陈少武如法炮制，给谭司令抽了同样的香烟。这个人怎么这么阴险呢？这是丧心病狂！真是丧心病狂！死有余辜，太恶毒了！陈少武为了把持军权，谋杀长官，实属丧心病狂。对，这种人就该死！该死！什么东西？就是该死！哎，你说，这新任的镇守使带着亲兵到咱们江城来，这不明显的改朝换代吗？那咱们前程怎么办？还要什么前程？你没听说淮南镇守使都被革命军抓了吗？这江城啊，早晚朝夕不保，革命军一来准完蛋。我说你俩就稍高兴吧，我们这些在陈少武部下的，回头还不知道被怎么处理呢。这谭司令据说是陪都军的人，你说那个徐都军把税收到几10年后，他该不会不承认吧？哎，新官上任，咱们肯定又得扒层皮啊！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各位乡亲，我是谭司令的家眷，我替他向你们保证，再也不会苛捐杂税。谭夫人，此话可当真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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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兵的事情谭司令管，钱的事情我能说上话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这回有希望了。是。请，请。各位江城军界同仁，各位守卫江城、劳苦功高的兄弟们，大家都知道，近日江城局势危急，又遭逢变故，
军中无帅，人心惶惶。但所幸的是，谭家军后人谭司令心系家乡，挺身而出。他放弃上海司令之位，主动请缨，出任江城镇守使。这实属我江城百姓之福，也是我等之大幸。下面欢迎江城新任镇守使谭玄林长官为大家讲话。离家多年，各位认识我的人可能不多，不过没关系。你们应该听说过，自民国新造以来，最年轻的上海王谭司令，不仅敢从越城督军徐伯钧的嘴里抢肉吃，还让他下了野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上海王谭玄林。我这次回江城出任镇守使，是我自愿的。江城现在正处于两军交战的前沿，革命军一直想要攻占这个长江北岸的水路要冲，而北京政府呢，却一直在观望。只要我们作战不利，他们就会随时派人接管我们，甚至兵戈相向。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江城现在的处境：四面楚歌。这个局势确实不好啊。所以，江城何去何从，不仅关系到我，也关系到现场的每一位的生死存亡。我回来不是为了争权，也不是为了名利，只是想为江城找一条出路，更是为了你们找一条活路。古人云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现在革命军就在对岸。即便我们埋了水雷，关了城门，可又能坚持多久呢？这10几年来，无论是罗督军、徐督军还是裴督军，又有哪一位真正把江城百姓的安危放在心上呢？江城对他们来说，只不过是隔开战火的屏障，一个随时可以抛弃的筹码。所以，作为江城镇守使，我在此宣布，江城拥护革命。这都是自己人，怎么会打起来呢？这干什么？这都大家不要怕，我是上海华商总会的会长穆婉清，我愿意跟谭司令来到江城，就是因为军阀之战实在令我们苦不堪言。税收到了几10年后，大家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上。拥护革命对我们来说，完全是百利而无一害啊！对呀，你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。所以请大家相信我们。我们相信你，相信你，年轻有为，相信你啊！对呀，可以，相信你。拥护革命是我的决定。但是人各有志，我绝不强求。现在，愿意跟随我的，我把你们当兄弟；不愿意跟随我的，我也不会挽留。我数5个数，现在愿意跟随我的，把枪放下。5。4、3、2、1。
都是血里火里滚出来的，自然不一样。谢谢刘叔。好了，现在留下来的都是我的兄弟，有仗一起打，有肉咱们一起吃，守住江城，人在城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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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傅，司令，司令，这么突然过来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哎，没什么急事，就是这仓库里啊，到了一批新枪，德国货。我看兄弟们啊，膛线都磨平了，想给他们换换。那感情好啊，这回家就是不一样，鸟枪换炮啊。怎么查岗查了这么久啊？没什么事吧？都好着呢，就是咱们部队住得太散，我要是挨个查一遍岗，得2个小时。刘副给我们安排的营房这么远吗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东西南北哪都有，而且还都是大吊脚。我想着吧，刘副也不容易，能给安排上就不错了。再说，咱们谭家军向来都能吃苦，我也就没再提这事情。嗯。老傅，你把咱们谭家军所有的营房位置都标出来。好。都在这儿。不对啊，10几个营房，每个营房不足200人，这通讯、交通还有操练都不方便。这刘副带了10几年的兵了，不应该这么安排啊。一开始我们也觉得奇怪，不过刘师长别的对咱们都挺照顾，见咱们谭家军刚来江城，没有新的军装，总共2000套新做的军装全给咱们了。你是新军装吗？是，兄弟们今天刚换上。你们这军装颜色为什么跟他们不一样啊？跟我说是原来的布料没有了，新的布料运不进来，所以颜色不一样。刘师长的意思是，等有了新的布料，再给咱们换上。哎，这个黑点是谁的部队？啊，这个是刘师长的一个团。这个呢？这应该是他的警卫营，这边是他的运输队。这刘副是用他手下的2万人，把我们的2000人给围起来了。看来这衣服也是因为想要发动兵变的时候方便区分吧。司令，您的意思是刘副？武器呢？我们的武器在哪儿？武器都在咱们身上，但是子弹和重武器都在仓库。快，现在带我去仓库，不能惊动其他人。好，走。这锁孔里灌了铅，明天只要有人来检查，就会发现问题。糟了，他们竟然敢这么干！今天晚上就要动手。谭四，老傅，准备迎战。是。等等，不行，不能是今晚。我必须要把婉清送出城，我得拖住刘副。司令，你护送婉清小姐出城吧，你们俩一起走。是啊，司令，谭四说的没错，兄弟们先护送你们出城。放屁！我谭玄莲自从穿上这身军装，就没想过当逃兵。我会想办法送他出城，去徐光耀身边。司令，我没得选。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，虽然我不知道我明天还能不能活，但是他必须得活。徐大帅的指示是要我们今天晚上收网。谭玄林的部队已经被分成了12个营房，每一个营房不足200个人。
而且相距都在10里地以上，根本没法进行呼应。他们每个营房的附近都有我们的部队，只要我们一动手，他们毫无招架之力。报告。什么事？师长，谭玄林来了。谭玄林，是不是他察觉到了什么？我先去试探一下，如果发现异样，当场击杀。是。谭司令，哎呀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亲自过来呀？有事给我打个电话，我过去就好了嘛。刘叔，您太客气了。您是长辈，我这次深夜到访已经非常过意不去了。我这次来呢，是想向您讨个方便，能不能把江城码头附近的水雷给起了？我明早啊，想让婉清出一趟城。哎呀，穆小姐在这个时候出城，干什么去？哎，她呀，是去找徐伯钧的公子徐光耀。啊，这时候往越城那边去，是不是太危险了？徐光耀已经不在越城了，他已经投靠了革命军，只是一直瞒着他父亲而已。只不过婉清一直跟他交好，一直有联系，所以只有婉清知道他的位置。婉清，她现在找徐光耀做什么？哎，刘叔，你也知道，这徐伯钧一直把我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越城那边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所以我想让婉清去找徐光耀打探一二。还是谭司令您考虑的周到啊！没问题，属下这就派人去排雷，准备船只，明天送穆小姐出城。好，那就多谢刘叔了。那晚辈就先不打扰了。那谭司令，您慢走。好。传令下去，行动推迟到明天晚上。派几个可靠的弟兄盯着穆婉清，能够替徐大帅找到徐光耀，也是大功一件。是。走吧。司令，情况怎么样？这刘富果然是徐伯钧的人。他想通过婉清出城找到徐光耀，然后向徐伯钧邀功。所以他这么爽快的就答应让婉清出城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们也只能拖住他一天。明晚必有恶战。司令放心，就算剩下一个兄弟，一口气，我们也会和刘富干到底。司令，婉清小姐还在署衙等你，打算怎么办？先去营房吧。是。老傅，老傅，啊，给我喝一口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我的宝贝。我跟你讲啊，这酒除了好喝以外，还能消愁，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用途。你看你抠的样子，你军饷没给你发呀？司令好。
怎么还没睡啊，婉清？镇守使大人也太忙了吧，这么晚才回来。刚才在忙使兵安顿的事儿，事情有点多。那都安顿好了吗？安顿好了。我煮了莲子汤，进去喝一碗。婉清，有个事儿，我想让你帮我个忙。我们之间还这么客气啊？你明天早上帮我出城，送一封信给徐光耀。为什么突然要给光耀哥送信？出什么事了？所以刘父是想跟着我找到徐光耀，今晚才没有动手。是，而且这电报局很可能已经被他控制了，不安全。所以你出城，第一是拖住刘父，第二呢，是赶紧让徐光耀派兵前来支援。可是刘父手下有2万人，你只有2000人，你能支撑得住吗？这刘父呢，一直在养病，而且他手底下的兵久不操练。我谭家军可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，撑到徐光耀前来支援，肯定没问题。可是光耀哥现在在淮南前线，最早也要后天早上才能到，以一敌十，我不放心你。你男人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？啊？好啦，放心吧，以少胜多的仗我打的还少吗？而且我之前答应过你的，以后的事不会再对你有任何隐瞒。所以，我说能撑住，就一定能撑住，你要相信我。好，我相信你，我明天早上就去。好，那我让谭四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今天晚上我们要拜堂成亲。婉清，我们现在结婚是不是太草率了？要不还是等你回来。我觉得不草率啊，反正我是想好了，铁了心让你做我的丈夫。难道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？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有别的想法？如果这辈子我能有个老婆……如果……我的意思是，我不会有别的想法。那既然没有别的想法，就过来把卖身契签了。签了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好好的一个姑娘家，怎么说话跟土匪似的？谁让我看上你这个马匪崽子呢？不有点土匪做派，下半辈子怎么镇得住你啊？
我哪里写的不对吗？你这国语是日本老师教的吧？韵脚都没押对啊。怎么，你是不愿意跟我生死相依，还是不想和我不离不弃啊？我说韵脚，你扯哪儿去了？我们把名字写上，从此以后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你不要再瞒着我了，不要再撇下我一个人。好，对不起。我们还没喝交杯酒呢，新婚之夜不喝交杯酒，不吉利。来，你想灌我？我灌你干嘛呀？你把我灌醉了，你就不用碰我了。这样，就算你死了，我还可以再嫁。交杯酒我喝，但是说好了，今天我们谁都不可以醉。好。
掉的。真是没见过你这么猴急的新娘子。我给我的丈夫宽衣，谁也管不着。干嘛呀？这些疤，我回来要检查的。多一刀，你看我怎么罚你。我不想走，我想留下来陪你。我说过要给你一个家，我们要生好多孩子，我们每年都要拍全家福。我不想你一个人留在这里。婉清，答应我，一定要把信交给许光耀，让他派兵来支援，这样我们才能守住江城，守住我们的家。到时候孩子、全家福都会有的，啊！可是对我来说，只有你在我身边，陪着我变老，我们陪着孩子长大，这才是我想要的一切。你要是不在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答应我的，说好的一辈子，一天都不能少。我说话算话，一天都不少。信收好了吗？嗯。平安符带好了吗？一直带着呢。我给你求的肯定灵验，子弹绕着你飞也打不着你。我信。可我还是舍不得你啊。没事儿，
最多过2天，你就能见到我了。一辈子这么长，不差这一天，啊？嗯。我得走了，刘父的病还盯着我呢。嗯。万青，请。等我回来。司令，真不敢想象，婉清小姐看见这封信，会赢，备战。督军，江城来电。说穆婉清出城去找了少帅，刘父知道督军惦记着少帅，所以把行动推迟了1天，还派人跟着穆婉清出了城，相信很快就有少帅的消息。替他打的江山，他偏不要，宁愿去给别人当马前卒。通知刘父，让他务必今晚动手，杀了太确林，江城就是他的。是。督军，督军，去找光耀，把他给我带回来，就是绑，也要给我绑回来。督军放心，我亲自去，一定把少帅给带回来。好，快！这陈少武死了，他部队1万多人，都被刘父收编了。这寄人篱下的日子可不太好过啊。我们想要以少胜多，那就必须把陈少武的人拉下水。好主意。把陈少武的同党带走。是。走。出来！干嘛抓我？走！你们干嘛抓我呀？为什么？长官，这陈少武谋反，我们是真的不知情。您这是抓错人了吧？我们是奉刘副师长的命令，严查陈少武的同党。刘副师长那里还有一份从陈少武那里搜出来的名单。今晚我们会按名单抓人，有牵连的人，你们最好今天晚上在天黑之前坦白，也许还会有从宽处理的机会。按名单抓人，真名单会不会有我们的名字？这总不能听刘父他一面之词吧？婉清，我的病动不了。为什么动不了？我们现在正在和芜湖镇守使2个师对峙，如果我的兵现在调去江城，淮南很快又会落入敌人手中。不过我已经向司令部通知了，司令部现在马上会调过去2个团，前往江城支援。可是刘父有2万人啊，我们给他2个团只是杯水车薪。光耀哥，玄林只有你这个希望了，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？
婉清，前一段时间，廖旭有给谭司令发过前线简报。我调不动兵，他应该是知道的。不可能，是他自己亲口让我来找你搬救兵的。既然这样，他为什么要给你写信啊？他信上写了什么？给我，婉清，你给我，不要激动，你给我。光耀兄，见字如面。江城危机变起萧墙，我与谭家军2000余众，已被叛徒刘福2万大军困于城内，敌众我寡，孤军奋斗，为成功成仁，别无他途。我既已投身革命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兄与婉清自小相识，对他关切之音乃是一片赤诚。你我曾为同僚，虽相交不甚，心中却是惺惺相惜，肝胆相照。我战死后，婉清心中必是痛疾，你是他唯一的亲人，望兄悉心照料，务必要婉清将我忘记，快意余生。革命成功之后，若能回到上海，记得带他去老街吃生煎，去佘山看夜景。我欠他一生相守，此生无法偿还，望兄代劳，护他周全。人之相知，贵在知心，想光耀兄必不负我也。就此永别，感念之深。谭玄林绝壁。他骗我，他说要活着等我回去。我们昨天才成亲，他今天就不要我了。婉清，我要回江城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。婉清，你不要冲动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师长，我们要是丢了淮南，这可是军法论处啊！你闭嘴！再想想办法。光耀哥，我知道你有难处，我不勉强你，但玄林他是我丈夫，我必须跟他在一起。报告，报告师长，前面抓了一个徐伯钧的探子，指明说要见你。探子，查明身份了吗？他说他自己是徐伯钧的贴身副官徐悦。婉清，我有办法救谭司令了。师长，徐悦，真的是你？少帅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副帅派你来的。是。副帅还好吗？督军病了，现在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已经起不了床了。副帅怎么会突然病重了？非礼的老毛病了。督军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我把你带回去。为了越城百姓的安危，他愿意和谈。副帅愿意和谈了？督军说他想明白了，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他不想失去自己唯一的儿子，那才是真正的一败涂地。跟我回去吧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晚上9点钟，以3声枪响为号，同时向谭家军驻地以及江城镇守实属发动进攻，务必一举打垮谭家军。是。传令下去，江城告急，所有人10分钟之内整理好辎重，即刻出发。是。报告，
江城有难，需要我们支援。全体向后转，朝着江城方向跑步前进。老夫，你带人给我攻占军械库，控制重武器和弹药。放心，交给我。机枪连到，务必占领城中制高点钟楼，给我派最好的机枪手上去。是。警卫营到，给我守好镇守实属，防止刘福偷袭。是。其他所有人，给我集中火力，打掉刘福老巢。擒贼先擒王，老子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好，刘福的人每天晚上8点巡营。今天他们要下手，肯定是等巡营之后，确定没有异常才会行动。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下手之前，把水搅浑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最后一间房了啊！查完了干活去。你这内务怎么整理的？说你呢？说你呢？啊！都把枪放下！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报告，什么事？师长，陈少武的部队哗变了。把穆小姐押进去，不要让她乱跑。我先去见父亲。是。行吧。报告，陈少武的部队已经闹起来了。好，按计划行事。是。师长，谭玄龄占领了军械库，我们的部队受到火力支援，成了活靶子。2万人打不掉一个机枪点是吗？我们的部队被陈少武的人拖住了，动弹不得。陈少武的婆娘。停火！停火！停火！停！别开枪了！我知道嫂子怨我，但少武的死绝非我所愿。谁又知道那个谭玄龄会当众杀人？而且他现在已经开始对我下手了。他这么做，是要把我们江城这些老兄弟们一个不剩的全都干掉。我也是万般无奈之下，才请嫂子出面的，让那些兄弟们放下武器吧。谭玄龄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一个妇道人家杀不了他。若能助你赢了这局，也算是替少武报了仇了。司令，怎么样？刘副带着陈少武的遗孀去了陈军大营，现在陈少武的部队已经停火了，刘副的人全往咱这边来了。那个钟楼的机枪连还在吗？还在，但是刘副的人太多了，我们的火力不够，恐怕这条防线很快就失守。老夫，咱们镇守实属还有多少兄弟？除去城南城北被刘副主力困住的人，剩下的兄弟不到500人。武器呢？武器还有吗？我把军械库的武器全搬来了，还有3挺重机枪。3挺。
这样，咱们在1楼门口设2个机枪点，2楼窗口再设1个机动机枪点，形成交叉火力，把兄弟们分为3道防线。这第1道在1楼门口设置防线，2楼楼顶设置2个点进行伏击，1楼2侧带100人进行埋伏，防止他们攻入大门。剩下的人放入后院的4个厢房进行埋伏，只要他们敢进来，咱们就关门大口。这敌众我寡的仗，咱们谭家军打的还少吗？他刘父算个屁！大不了就同归于尽，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交给我，准备吧。所有人，准备！给我打！各位，你们都是跟随我多年、出生入死的兄弟。从今天起，越城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由光耀做主。你们都比光耀年长，往后的路还长着呢。啊，你们就是他的亲人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从今天起，我徐伯钧就托付给各位了。我累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光耀，拿着。光耀，咱们徐家今后就靠你了，啊！督军，父亲，别传染了你，快去歇息吧，啊！您好好休息。好，去吧。你给我派人盯紧了穆婉清，如果光耀要去江城救谭玄林，你就给我拿这个女人的命拦住她。是。父亲决定启动与革命军的和谈，但是江城的刘父不顾大局，负隅顽抗，企图破坏和谈。我命令驻守越城的1个师跟我连夜赶到江城，歼灭刘父，以表示我们和革命军和谈的诚意。少帅，我们要即刻出发吗？即刻出发，争取天亮前赶到江城。是。
徐副官，这大晚上的干什么呢？少帅吩咐我们收拾妥当，原地待命。团长们都开会去了。开会去了？是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晚清，徐院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么快跟我回来，我就起了疑心。可惜大帅一世英名，却被你耍得团团转。你回来就是为了帮谭玄林搬救兵的。副帅已同意和谈，并且将军权交给了我，我当然有权见机行事。大帅同意和谈，可没同意放过谭玄林。姓谭的害得大帅还不够惨吗？你不仅不替大帅报仇，还跟仇人沆瀣一气。徐远，我看就是这个女人挑唆的。你只是我父亲的副官，你管太多了。但我的命是大帅从战场上救回来的，大帅把我养大成人，教我做人做事。没有大帅就没有我，我有良心，不像你白眼狼、不孝子。是，父亲当年把你从战场上捡了回来，你只有几个月大。听母亲说，你当时浑身发青，差点就死了。所以大帅的大恩大德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但你知道为什么父亲要把你捡回来吗？你想说什么？光绪22年，山东大刀会起义，父亲当时是巡防营管带，他带兵剿灭起义军，射杀了一对带着婴儿的起义军夫妇。那个婴儿只有几个月大，当时父亲走到婴儿面前，原本想用包着婴儿的包袱皮擦一擦带血的刺刀，谁知道就在他弯腰的时候，一个未死的起义军士兵向他射了一箭。父亲因为这个弯腰，躲过了一劫。他认为这个婴儿能给他带来好运，所以将他抱回了家。你骗我！这是我母亲日记本里写的。她觉得亏欠了你，所以她生前一直待你不薄。她这么做是为了替父亲赎罪。你们走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元哥，怎么是你？你都听到了吧？徐远自杀了。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什么也没有做。是他知道了真相，他觉得自己一辈子的忠诚都错付了。不过仔细想想，他的忠诚也都是你骗来的，骗着骗着，你自己都相信了。所以你作恶的时候，你都觉得自己是对的。
没有资格指责我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历朝帝王将相，那可不手染鲜血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世道如此。世道如此，你以为一个世道如此就能洗脱你的罪过吗？你杀了我哥哥，栽赃罗督军，骗我爸爸替你筹军饷。你拿穆婉婷来吊着闵大成，替你作恶多端。玄灵给我哥哥翻了案，你就想要他的性命，结果你害死了我爸爸，最后连顾小姐都死于你的手掌之中。所有的事情都是世道逼你的吗？你这个泼妇！我要替光耀拔掉你这根刺！你这辈子唯一的良知，就是你还惦记着你的儿子。可是光耀哥，他根本不会听你的安排。光耀，光耀叫来，光耀在哪里？光耀哥，他在替你还债，你做的恶事，他一件一件替你弥补。立正！向右转！你不是想看你儿子吗？他正在院子里，意气风发地整顿军队。大帅是读书人出身，一生以天下为己任，半生戎马，力图救国。无奈局势艰难，对于救国之法，不得要领，所以下野以求自省。他现在就在这院子里，整装待发，准备连夜去支援江城。有这样一个儿子，你一定很自豪。历史上没有一座城是破不了的，也没有谁家的地盘能够千秋万代的传下去。真正的地盘在老百姓心里，只有老百姓认我们、敬我们，不管走到哪里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都有路走。光耀，从今天开始，部队就由我来接管。我既领了越城军权，就要对你们负责，对越城的百姓负责。我要带领你们走一条新路，走一条为百姓求自由、为民族求独立、为国家求富强的路。父亲，父亲。若忘记你轮廓，如何并走？让几个。
一群废物！镇守使属只有几百人，攻了那么久，连个大门都攻不进去。镇守使属衙门易守难攻，谭玄林布了很多吉祥点，火力太猛了，弟兄们尽力了。找几个可靠的兄弟，穿上之前发给谭家军的新军装，混进镇守使属。只要杀了谭玄林，谭家军就是一盘散沙，不攻自破。是，站住！把江边那几排对付革命军的山炮都给我拉过来，我倒要看看，是谭玄林的机枪厉害，还是我的炮弹厉害。我们是8营的，快帮忙！你们快进去！伤亡情况怎么样？7营守不住了，8营还在死守，但是让我父带一队人去营救8营。是。哎，兄弟，你哪个部队的？司令，我们是8营的，刚从城南突围出来。城南被围了，你们是怎么突围的？咱们的部队什么时候穿过翻毛皮的鞋？谭四，通知老傅，部队里有留副的人。是。快通知司令，他们要炮轰镇守使属！快！是，给老子打！瞄准目标，准备开炮！报告，他们要炮击属衙，司令，我们快撤吧！地形复杂，对我们有利。好，往老城撤，快！走。谭玄林是在拖延时间呢。传令下去，哪怕把老城给我炸成灰烬，也要干掉谭玄林。
是。司令，是我。你伤口发炎了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没事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出人命了。老夫，有酒吗？有。忍一忍。老夫，算我欠你的。等仗打完了，咱们好好喝一顿。那你说话可要算数。